大家好，我是小狐狸。上一支全英视频呢，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用什么样的3个小 tips 做到去年在投行的秋招当中有100%的终面成功率的。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细细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投行的终面，也就是 Super Days 或者是 Assessment Centers。这一期的信息量很大，因为涉及到不同地区的投行申请，会聊一聊这10几年来的投行终面演变，以及我还找学弟学妹做了一些功课，来看一下今年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有很多 Super Days 改成线上之后的一些形式的变化，所以算是最新的投行面试宝藏了，保证你看到就是赚到哦。我是你们的宝藏小狐狸，在这里定期用中英文分享投行咨询案例分析的一切，记得油管订阅和 B 站3连哦。那么今天我们会分4个部分来讲。首先 Super Day 在整个投行申请中的重要性。第二个是传统的形式，特别是在北美、英国或者整个欧洲地区。第3个就是2020的线上 Virtual Super Days 的形式。第4个是地区差异以及申请建议，这个我会结合我去年在申请伦敦、香港和新加坡这3个城市的经验来谈。首先第一点就是 Super Day 在整个投行面试当中的一个重要性，以及投行申请的流程。要讲 Super Day 不可能抛开整个投行申请的流程来讲，所以这里大致过一下一个传统的投行面试步骤。传统指的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 typical 的一个形式。首先是最基本的网申开始，这个就是递交简历、求职信以及个人信息给公司。第二个就是网测，一般分为3种：数学 numerical test， 第二个是逻辑思维 logical test， 第3个是情景判断，也就是所谓的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最近几年某些公司也会用一个神奇的叫做 Pymetric test 的东西。后面一个步骤就是 Higher View， 也是近几年来让很多人崩溃的一个考试形式。它是一个无人机考的面试。一般来说，公司会提前准备一系列的问题，输入到这样的一个软件里面，让大家限时准备，再面对镜头回答问题。这一轮在我看来是最玄学的一轮，也是据说刷人最多的一轮。想让我专门来做一期讲 Higher View 的，请弹幕扣1。那么根据不同的公司规则，有些公司是会马上在你递交最基本的网申之后，就给你发出网测和 Higher View 的邀请，而有些公司是会经过第一轮的网申进行一道筛选，再给你递交 Higher View 的邀请。这个会根据公司的情况来定。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网申加上网测以及 Higher View 之后呢，恭喜你，你终于可以跟真人对话了。那么这就是第一轮的 phone interviews。电话面试就是你和你要面试的组的员工来进行面试。这些员工呢，指的是这个公司里的比较初级的员工，比如说 Junior Analyst 或者是 Associate 这样级别的员工。那么面试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纯粹的个人行为面试 Behavioral Interview， 还有技术面试 Technical Interview。这些待会儿会在 Super Day 当中来提一下。如果你通过了电话面试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 Super Day 的环节了。那么到底什么是 Super Day 以及 Super Day 的形式有哪些呢？让我们先来做一个文字拆分游戏。Super Day 嘛，顾名思义就是 Super 加上 Day。那么在我看来 Super 指的是 Super Important。那么这样的一个终面的形式，超级日，它为什么是 Super Important？ 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于你而言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你离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录取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近在咫尺，但是你还没有去突破它。想想前面一系列的煎熬，这个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呢？那么对于公司而言，这个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是公司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可能对个人投入最大的一个步骤。一般来说，公司会承担所有的费用，邀请你去公司的实地参加面试。比如说去年公司真的会有安排我到伦敦以及飞去香港参加面试，当然是2个不一样的公司了，但是真的会让我的面试心情非常的爽，让我抱着一种去旅游的心态去进行面试。所以对于公司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金钱上以及时间上的消耗。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一关的求职者的重视程度。第二个 Super Day 之所以是非常重要 super important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于公司而言，这是唯一一轮公司会安排大佬给我们进行面试的一轮。我们知道公司这些大佬，也就是 Managing Director 董事总经理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物呢，他们都是时薪非常高的，也非常忙的一群人。公司让他们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来给我们进行面试，也说明了公司对这一个环节的重视程度。下面我们来讲 day 这个部分。day 嘛，说明它是一天的面试形式。前面这一系列步骤可能会持续2个月甚至6个月的时间，但是最后这一天是非常高浓度的，把你所有可能的面试问题再重新浓缩到这一天来进行，所以是强度非常高的。现在让我们来讲一下一个传统的 Super Day 形式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投行起源于欧美，现在的很多所谓的 bulge bracket 9大投行也是欧资和美资的银行，所以我会稍微区分一下美国的 Super Day 和欧洲地区的 Assessment Centers。一个完整的 Super Day 大致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不分先后顺序。首先是 Behavioral Interview 行为面试， Technical Interview 技术面试，你的 Individual Case Study 个人的案例面试，以及 Group Case Study 小组的案例面试。最后可能也会包括一个 networking session， 这个虽然说不算在面试的整个严格的意义里面来讲，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也是整个 assess 你的评估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因为这期是非常概括性的介绍 Super Day 本身，所以我没有时间来细讲任意一个部分，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阐述。首先 behavioral 行为面试，目的是让面试官了解你这个人符不符合公司的各种特质，所以说这一个轮呢也通常被称为 fit interview。比如说介绍你自己，带我过一遍你的简历，如果面对小组纷争怎么办，以及你最大的优缺点等等。第二个就是 technical interview 技术面试。技术面试的目的是让面试官了解你的专业能力，看有没有具备进入公司实习的这样的一个硬实力。可能的问题包括让你来介绍一下比较基本的估值办法，解释3个财务报表的某一个款项、利率走向等等。具体的问题也要根据你面试的那一个组来定。下面就是案例面试的环节了。投行里的案例面试其实因各个银行而差异很大。个人的案例面试有一些是角色扮演，比如说让你扮演成你客户的一个金融顾问，帮客户解决一些问题。小组就更加多元了，可能让你们讨论新闻，或者一起看一份虚拟的公司资料，合作给出一个建议。那么这一块呢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这个频道是同时在做咨询和投行的案例分析的，和咨询的 case interview 比起来，投行里面的 case study interviews 案例分析面试就相比较之下非常的不规范以及不系统。今后我会专门做一期投行和咨询的案例分析面试的比较，稿子我都已经写好了，在我的库存里，所以说想看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或者是1键3连哦。最后一个就是 networking session 社交的环节，这个可能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整个面试下来最后的一个部分。我在伦敦时候的 networking session 其实更像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交流会，是一些初级分析师们在一起跟我们介绍和分享他们的工作情况，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银行，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组，以及为什么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选择这个银行。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个Q&A session， 就是你问他来答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也同样很重要，因为这些 junior analyst 这些初级的分析师们可能一样会把他们的反馈给汇报给人力资源部或者是他们的老板。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英国的 assessment center 个人评估中心，在我看来真的没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非常传统的英国的 AC assessment center，他们可能会多一个步骤，就是让你当场再做一遍网申的试题，很像是那种把你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面做题的感觉。不过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因为这是比较早期的形式。OK， 让我们来进行到第3个环节，就是2020年的线上 Super Day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问了一圈今年申请的学弟学妹们，发现他们的 Virtual Assessment Centers 或者是 Virtual Super Days 有点像我今年暑期的远程实习，也就是 Virtual Internship 的形式。基本是把我刚刚讲的所有的环节都线上化，其实想想也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个人的面试环节，不论是行为面试还是你的技术面试，你都是可以直接通过 Zoom 和你的面试官直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小组面试的话，有过远程的实习经历或者是网课的经历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Zoom 是有 Breakout Room 这个 functions 的，就是小房间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人们会把所有的申请者分到不同的小房间，以及每个小房间会被安排1到2个面试官来主导面试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样的一个线上面试的环节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也并没有想的那么的可怕，其实就是把所有之前的考核内容线上化而已。那么说一句题外话，我个人觉得就算是没有疫情这样一个催化剂，线上面试也是近几年的一大趋势，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申请的人数在指数性的上涨，但是这些公司都没有非常大规模的在扩招，这就导致了公司不得不在寻找更有效率的以及成本更低的方式去筛选人才。那么第2个原因呢，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申请者是会像我去年那样子跨地区的申请，而且这个跨地区并不是指的是你申请纽约办公室，你申请波士顿办公室，坐个小火车就可以到的那种。我指的跨地区是跨大洋，你可能是在美国念书，然后要申请香港这样子。以前可能是只有个别的申请者有这样跨地区申请的需求，那么公司可能还会给予比较好的帮助。但是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想跨地区的申请的话，公司是很难在后勤方面给予100%的支持的。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科技的升级，这个不用多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软件都在不停的在迭代，也经常听到各种银行、各种公司在收购一些非常小的 startup。最后一个部分是不同地区的申请差异，我会结合我去年申请的3个城市的体验，香港、伦敦和新加坡来展开讨论。因为涉及到具体的公司，我不会详细的分享面试流程，这里是比较概括性的来分享我对每个地区的申请感受。我个人觉得银行之间的差异其实远远小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所以如果你也正好在纠结明年或者是今年要申请哪一个地区的话，这个部分不妨多多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伦敦，相对于其他地方的申请，我个人觉得伦敦的或者是整个英国的申请不是那么在意学校的背景或者是专业的背景，他们最看重的是你通过活动或者是实习展现出来的对金融领域的兴趣，所以面试经常会非常针对你的个人简历、你的实习经历来展开讨论。3年制的英国本科制度可能让更多的朋友们非常的焦虑，让他们在大1的时候就要开始马上准备 Spring Week 或者是各种案例的比赛 case competitions， 参加各种活动、各种社团，来证明自己对于金融领域的热忱。所以说即便是你没有学金融，你学的是什么心理学啊、人类学之类的，如果你仍然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些点的话，你其实也是很容易申请到英国的一些岗位。就 Assessment Center 本身而言，我觉得英国非常注重社交礼仪，也就是 social etiquette。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面试的人们穿得如此的正式，特别是很多英国的男生，我感觉这个跟英国的文化有关系，对于整个着装打扮的要求非常的高。然后一个小点就是，我个人觉得亚裔的男生真的很少。根据我的观察，我至少在我那一天的 assessment center 里面只见到了1个亚裔男生，而且还是 Southern Trading， 也就是股票交易销售部门的。第2个地方，香港。香港可能是我在整个申请体验当中最惊喜的地方。如果伦敦的多元化是来自于申请者的学校、专业以及国家，那么我个人觉得香港的多元化来自于申请者的生长和学习背景、环境等等。老实说，大多的香港申请者还是大陆出生的，但是都有国外生活学习的体验。
我以前以为香港真的很偏爱美国本科的学生，但是后来我发现，只要你英语说得溜，你来自哪儿都可以。我有看到有来自澳洲、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等的都有。也是因为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伦敦面试的时候，尽管大家来自不一样的国家，但我个人觉得聊的内容还是挺单一的，因为你大概知道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社团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共同好友。但是在香港面试的时候，尽管我们都是中国人，但聊的内容就非常的多元化，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互相就是对方的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聊起天来整个感觉和氛围是很不一样的。对于面试本身而言，我个人觉得香港非常注重个人语言能力，会多一些新闻的理解、复述、分析等环节，而且是中英文双语的。这个听说是来考察 commercial awareness， 也就是商业的敏感程度。这是我最惊讶的一点，也是我后来在实习的时候发现的，就是身边的朋友们、实习生们，他们不论是在哪个地方学习，但是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英语说得非常的好，好到没有任何的口音那种，或者是非常纯的美式英语、英式英语这样。相反的，在伦敦或者是纽约，如果你说一些带口音的英文，但是能够非常好的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我记得 Lindsay， 一个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我也很喜欢的一个求职博主，在他的一个视频里面提到，在华尔街工作的英语的重要性，问在华尔街工作是不是得托福118？我虽然说是托福117，但我反倒觉得这个在英国和在美国地区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香港却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地点，新加坡。这是一个很奇葩的存在。我先给出一个很直白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过，我建议你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申请上面。我们先抛开市场很小的客观因素，新加坡的整个申请面试流程是最复杂，而且考察的金融专业知识是最深入的。这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本地大学学的内容就非常的深而且专，以及有太多的求职者来竞争非常非常少的岗位。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投行申请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话题，今天讲的任意一个部分都可以单独的拎出来做一期话题和做一期视频，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诉求的话，欢迎弹幕或者是留言区告诉我。